郭雀儿反了，河北的10余万兵马也反了。他这是要学杜重威吗？杜重威算个什么东西？他这分明是在学先帝。哎呀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郭令公不是杜令公，能议和便不要动刀子。能战方能言和，这如今军中谁是郭雀儿的对手？冯令公、苏相公，郭令公究竟要做什么？郭威要做什么？陛下当去问郭威，老臣不知。陛下，冯令公所言极是。文仲乃是先帝顾命托孤之臣，说起来算不得外人，自家人还是好说话的。陛下不妨派使节出城，去他军中问上一问。问什么？问问他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退兵的条件。请中使代奏天子，君臣有序，3军将士所食，皆为朝廷俸禄，并不敢以官家讲什么条件。然则，凡事必有因果。这许多重臣宰辅飞行受禄，总要于天下有个交代。臣等不敢冒犯天子圣谕。还请武德司李使君移步军中，为众人分说明白。郭令公说，只有这一个条件。退下吧。诺。官家。这是郭威的缓兵之计。缓兵之计。京师守军皆是先帝从河东带来的旧部员从，心向刘氏，忠心不移，足可与郭威一战。郭威麾下皆是叛军，倒反京师，乃是为其蛊惑欺瞒，粮秣辎重，自然是不足的。一旦陛下发诏，指其为叛逆，京剧之下，军心必乱。郭雀儿只不过是强压着罢了。若是此时开战，其必然是溃散败亡。郭威不是不想打，实在是不能打，不敢打。他想不想打不知道。可今日朝堂之上，阿舅也见着了，冯令公、苏相公以下文武百官都是不想打的，就连太后也是。朝中文武不敢与郭雀儿死战，皆因以为此事尚有缓期，还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，人人都还存着退步之意。只要断了他们的退路，众人自然会遵奉官家旨意，与郭雀儿殊死一战。退路，如何能断了他们的退路？
公元950年，即后汉前又3年，后汉末帝刘承佑谋划铲除辅政大臣，并诛杀郭威满门，逼反郭威。郭威率军逼宫，刘承佑仓皇逃亡，途中被部下所杀。相公饶命！相公饶命！相公饶命！相公，相公饶命！饶命！相公，相公，相公饶命！饶命！相公，相公，相公饶命！相公，相公饶命！饶命！天子弃国身死，奈百官何？做分内之事，又非第一回，亦非第一位。请令公入宫。为人臣者，没有带兵入宫门的道理。君贵和元朗随我进去。其余人等在此等候。臣见教司公，阅都留守，天雄军节度使、枢密使、通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顾明觐见皇太后。太后有不，太后说，请劝兄弟进去。令公海内人望，市民应服，一言可定大计。还请令公领衔劝进。你写好，我具名。先前和笑话九郎也有今日，前后不过1年光景，性格市井，
公居然也走到了这一步。二郎不成器，害了他自己，也害了你全家。我和你大哥对不住你，在这儿给你赔罪。国家叛党，社稷危殆，官家心丧。臣恳请太后下诏，以陈王入继大统，以安天下民心。雀儿兄弟，我和你大哥就这一个儿子了。当年在太原做藩镇的时候，我家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一家人慈和敦睦。入主汴梁不过3年，丈夫和2个儿子全没了。雀儿呀，给你家兄长留住香火吧。太后有诏，先帝大行神位无主，陈王久病，不可以经天下。襄阴公刘赟久居外镇，素有贤名，可因为死谏。郭威遂宣刘承佑生母李太后诏书，立时任徐州节度使刘赟为4军。刘赟，后汉高祖刘知远弟弟刘崇之子，过继给刘知远为养子。刘赟是河东刘崇的长子，他若当了天子，信用的必然是河东的那帮文武班底。咱们这些人辛苦一场，却是为他人做的假医生。这世上有些事情，只要开始了，便断无停止之理。这许多人跟着他干这灭门的勾当，是要谋富贵前程的。可他却轻飘飘的说让便让了，却将众兄弟置于何地？无论是谁家的孩子，无功于天下，须做不得天子。真让襄阴公做了天子，咱们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，断然没有下场。
主公已经见了血，仇已经结下了。咱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只有郭令公才能做天子。湘阴公那边如何料理？事到如今，怕是留不住了。诸位一番辛苦，既是为了国家大义，也是为了郭令公父子的家仇，总不能说为郭令公一番辛苦厮杀，反倒一个个的没了下场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却也容易。我自去徐州迎驾，路途之上，马儿惊了，摔死个把人，也是寻常事。此事托付三哥。令公，宣徽王相公求见。请他进来吧。哦。还没歇息呢。兴风何来？你看啊，这天子崩殂，天下板荡，这时候派人去徐州，一个不慎，怕是要弄出事了。兴风的意思是，三哥久居军中，积年宿将，就算是出了事情，也能压得住局面。说不得被劳动他一番，带2000兵去迎新天子。也让他在新君驾前得个拥立之功。我明日一早进宫，请太后颁下荆节诏书，准三哥往徐州迎驾。那有太后诏书，便更头疼了。你也是有年纪的人了，凡是能让小辈去做的，该放手是需放手。自家该歇歇的时候，莫要硬撑着。尤其是熬不得夜了。知道了，那你也早些歇歇。元朗，末将在。令公有何吩咐？备马，我要进城。诺。文仲因夜来此，是想要湘阴公的性命，还是想要老夫的性命？令公知我，那个位子，会不会是真心不想做？由得你吗？我与先帝不同。先帝称帝时，身子康健，家世俱全，还能人望所归。如今不到3年的光景，先帝便不在了。3个儿子死了2个，如今只剩下太后和陈王孤儿寡母守着血氏。我家其实也还不如先帝家，满门上下只剩下我跟
军贵父子2人相守。168口人，除了随子大妹夫的董事之外，就连女人和小厮都不曾剩下。刘大德，我家实在是折损不起了。一把老骨头了，走上一番徐州也没什么。多谢令公成全。文仲，世道如此。杨叔子有言：“人生不如意，时局778。”这样的事情，由不得我，却也未必能尽由得你。军贵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二位叔父，父亲昨夜祭奠故人，一夜都未曾合眼，天方亮才肯睡去。当年在太原，你父亲自家是如何说的？做天子的须不是我等，大事当前，谁不是一夜未眠？如今他在此处酣然高卧，做此等小儿女情态，却是将我等，将这些追随他的兄弟袍泽们当成什么了？二位叔父一夜未眠，好歹妻女尚在。国荣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跟他啰嗦这些做什么？床你得脱起来不就得了？请两位叔父进来。令公此时与某进宫，找太后讨要节钺诏书。冯令公已经拿到了荆节和诏书，天不明灭出城了。此时应该已经出了开封府界。如此，不足与谋。文仲，你这是心瞎呀，还是眼瞎呀？这个乱臣贼子，众家兄弟已经陪你坐下了，如今你转过来要去做好人，却是众家兄弟于何地啊？天下这副担子太重了。这样的年岁，这样的世道，谁不明白呀？在这样的世道下做天子，也有将全家人的性命都赌上去的狠烈和果决。我家已经死了168口人，就剩下我跟董事军贵相依为命，凋零如此啊！我自家又是这么个岁数，实在是赌不起了。还请两位兄长体贴这个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也各自回家啊，拉上各自的家人，陪着你一道等死。告辞。营中有了严令，除非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能离营半步。哎，郭圈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不做天子也就罢了，硬拘着我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等到了澶州，或走或留，由得两位兄长自便。这澶州，太后有诏，大河开化，临汛在即。太后命我率军东去澶州治河，大军即日拔营。诸位，令出如山。令公有令，守备安营。令公有令，守备安营。令公有令，守备安营。
文仲这是要将所有人都看住，在冯道那老匹夫没迎回新天子之前，他不会放任何人离开军中。可见的郭雀儿是死了心的不愿做这个天子。做不做天子，不是他一人之事。